iPhone 16E 一发布就被全网狂喷，什么工业垃圾、清库存大甩卖。毕竟从参数上看，它就是把前几代滞销的硬件东拼西凑，然后塞了个新的 CPU 和基带，怎么看都像个妥妥的缝合怪。但作为数码 UP 主，能光看配置表就开喷吗？这不专业啊！所以首发当天我就下单了一台。这台128G 的 iPhone 16E 官网价格4499，国补加优惠后到手3976。这个价格，除了我们这种自费评测的大冤种，真不推荐任何人购买。什么适合老人机、学生党入门这种理由，现阶段也可以完全忽视。苹果敢这么定价，是不是还觉得果粉的钱太好赚了？哇哦！不过我还是把它作为主力机用了1周多，认真体验了一波，发现它还真不是完全的一无是处，甚至在某些地方还有点小惊喜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 Let Go。iPhone 16E 拿在手里的第一感觉就是轻，真的轻，重量只有170克左右，带壳也才190克，而且摄像头凸起不明显，机身也薄。在深圳这种一年有10个月都要穿短裤的地方，塞到裤头里也不会沉甸甸的。更重要的是，握持感也不错，像我自己拿手机时，会用小拇指顶着底部，长时间也不会硌着手疼。甚至偶尔切换回用了2年的 iPhone 15 Pro， 第一反应是它居然这么重。如果说手感和重量让人满意，那外观设计就只能用简洁来形容了。磨砂玻璃的后盖，一颗摄像头，一个降噪麦克风，一个闪光灯，边框倒角清晰，相信很多人都会满意这个背面的质感。不过 M4 MacBook Air 都有4种颜色了， iPhone 16E 却只有2种颜色，这是什么？数码产品界的熊猫吗？不过相比背面设计，正面直接让人破防。小姐，6.1英寸的屏幕，宽到能停航母的边框，祖传的60赫兹刷新率。其实苹果对60赫兹刷新率的执念已经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。别说 iPad mini 了，就连上万块的 Studio Display 还在用的60赫兹。所以虽然参数上看得拉垮，日常体验倒也没啥问题。但最大的缺点还是亮度太低了。我这1周用下来，正常光线下还算 OK， 但户外大太阳底下，屏幕反光严重。这块屏幕在显示上偏灰，尤其是在白色页面下。如果你拿它和其他手机放在一起对比，就会发现白色不够通透，总感觉像蒙了一层雾。这一点不知道是我手上这台的问题，还是整个 16E 都是这样。What an amazing day！ 16E 虽然上了全面屏，但却没有灵动岛，用的是刘海屏。这个影响大不大呢？这么说吧，苹果加拿大官网上的 16E 渲染图，居然用了16 Pro 的图，连苹果自己都好像不太想承认 16E 没有灵动岛。实际体验下来，缺少灵动岛的影响比想象中更明显。当你在点餐、买菜、打车时，如果是带灵动岛的机型，你可以直接在主页上看到配送进度、司机预计到达时间等等信息。但 16E 呢？对不起，你得点进 App 或者下滑到通知通知才能看到。虽然只多了一步，但体验完全不一样。尤其是这些日常高频使用的 App， 动不动就要多点一下，真的会骂街。而更重要的是，它影响我玩游戏了。16E 除了上面说的这些返璞归真的屏幕外，还是有些新东西的，就是苹果自研的 C1 基带，支持从2G 到5G 的各种网络标准。而且我甚至怀疑，苹果推出 16E 根本不是为了卖手机，而是给 iPhone 17、iPad 甚至后面的 MacBook 试水。但问题是，手机信号的测试并不容易，除非你在实验室里，否则很难控制变量。iPhone 本身没法锁定基站的小区或频率，你测试一半，它可能自己跳到另一个信号更好的小区，导致数据根本不稳定，跟其他手机也无法严谨的对比。这里只能说说我的实际体验，普通的室外场景就不提了，日常用下来，家里、商场、马路上基本感觉不出区别。重点聊聊极端情况。第一个场景，信号极差，只有单个基站覆盖。16E 和高通基带的芯片表现几乎一样，16E 在接收信号上略强一点，但一样都无法上网。就像2个人比谁力气大，结果发现门根本打不开，谁都进不去。第二个场景，上班高峰期的地铁站，从地面坐电梯下到站台，16E 依然发挥稳定，信号显示满格，但完全上不了网，只能开关飞行模式才恢复正常。遇到过相同情况的，在弹幕上扣个1。总结一下， C1 带来的好消息是它没有比高通芯片更拉垮，坏消息是它还是一样拉垮。滚出去！不过吐槽归吐槽，我反而觉得这个是个不错的开始。我们可以怀疑苹果的定价，但不能低估苹果做芯片的能力。毕竟 M 芯片都能刷出一条血路。
加上苹果那恐怖的软硬件整合能力，未来12G代肯定会比现在更强，甚至做到1+1大于2的效果。16E 的另一个惊喜就是续航了，得益于 C1 芯片的功耗优化和将近400安时的电池，这次续航是真的猛。早上7点充满电带出门，半天用数据网络，半天连 WiFi， 社交、看片、点餐、导航，一路折腾到晚上11点，电量还有57%，中途根本不需要充电，完全没有用电焦虑。30分钟 B 站，亮度50%，音量50%，弹幕开启，耗电7%。30分钟原神，极限画质，耗电10%。晚上8小时正常待机，耗电11%。感觉轻度使用下可以撑到2天。这个续航表现你能打几分呢？充电方面，使用65瓦的充电器，在电量20%开始充电，10分钟充到电量40%，30分钟充到电量71%，1小时充到电量93%，又轻又薄，还有不错的续航。天生备胎机的宿命。由于 AI 的普及，16E 同样搭载16系列的8G 内存，加上 A18 芯片，相同的 CPU 核心数，所以不用担心日常的使用。即使你开了一大堆的后台，聊天、看片、购物等等 App， 切换时候依然顺滑，几乎感觉不到卡顿。玩原神极限画质下30分钟，帧率算是比较稳定，但发热非常明显。尤其是在下载游戏素材的时候，机身已经很明显感觉到温度上来了。长时间玩的话，只会越来越烫。主要的问题还是 A18 缺少了一颗 GPU 核心。如果你是轻度手游玩家，问题不大。但如果你经常玩大型3A 级手游，比如崩坏，帧率下降的情况会更加明显，尤其是特效多的场景，画面的流畅度肉眼可见的掉帧。16E 背面只有一颗2合1的主摄，这颗4800万像素的镜头在各种场景表现上都可圈可点。在光线充足的室外，拍风景还原力和解析力都不错，物体的边缘分割清晰，整体的光感很好。人像模式下可以拍出背景虚化的照片，也可以通过后期在相册里去调整虚化的程度。这个镜头可以应付日常大部分的拍照场景，但问题来了，没有长焦，没有超广角，有哪些影响呢？首先，美食党会很难受，很多人喜欢用 iPhone 的人像模式拍美食，背景虚化能带出氛围感。但 16E 只有主摄，人像模式下仅限于拍人，拍不了物，然后也没有微距。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一朵花开得特别好，想怼上去拍个花蕾的特写，不好意思，太近了就直接失焦。再来，缺少超广角的影响比想象中更大。比如你去公园想拍下整个公园的景色，没有广角就是没有，不像背景虚化还能靠算法弥补。解决办法也不是没有，往后多走几步。稳住呀！最后，缺少超广角对视频影响最大，防抖直接变弱。来看看两段用16E 拍的视频。无论是走路还是小跑，画面上下抖动都很明显，手持拍摄的稳定性大大打折。当然，在固定画面，苹果的摄影一向发挥稳定，无需担心。为了控制成本，16E 砍掉了 UWB 进场通讯，这点其实可以理解。毕竟这台机器的目标人群大概率是不会深度使用苹果生态的人，不会天天用的 HomePod， 也不会靠 AirTag 找东西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恰好是宝马车主，那可能会有点影响。更离谱的是，苹果在 16E 上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，砍掉了 MagSafe。只要用过 MagSafe， 就跟灵动岛一样回不去了。你会很自然的把手机往充电器上面一放，它就开始充电。出门的时候把卡包往背后一贴，证件都收纳在里面。看片的时候可以在背后撑起一个支架。可以说 MagSafe 直接带火了一堆第三方配件厂商，结果苹果自己把它砍了，这很不符合苹果带货的节奏啊。不过解决办法也不是没有，买个带 MagSafe 的壳子，体验能稍微弥补一点。等等，难道苹果这次是想专心卖壳了？经过1周多的使用，总结 iPhone 16E 的优点：设计不错，机身轻薄，续航优秀，性能也完全够用。但问题是，苹果到底有什么底气把这种配置卖到这种价格呢？乔布斯曾经说过，我们从来不做用户调研。他认为，如果亨利·福特在发明汽车之前去做市场调研，得到的答案一定是消费者希望得到一辆更快的马车。而现在 iPhone 16E 的诞生完全是苹果基于市场调研的产物，连这次发布会的宣传片都是拿 iPhone 11来做对比。16E 其实就是给这些多年不换手机的用户准备的入门机型，用一个相对较低的价格把他们继续留在苹果生态。但4499的零售价真的不便宜啊！其实，在很多国家 ，16E 主要是靠运营商的合约机，而不是靠零售版销量吃饭。比如在美国，消费者更习惯通过运营商分期付款买手机，通常是2到3年免息，到期后还能免费更换新机。
这样一来，用户几乎是零首付或者低首付入手 iPhone， 老用户换机动力更强，新用户更容易投靠苹果阵营。以美国的 AT&T 运营商为例 ，iPhone 16E 128G， 只要你绑定了无限流量套餐，3年合约，设备费用每个月只要5.99美元，总价比零售版便宜了300多刀。当然，每个月的套餐费也要60多刀。但如果你本来就需要这些流量呢？再看回国内零售版的价格，确实不太有竞争力，甚至可能会反向刺激 iPhone 16标准版的销售。等到16E降到3000出头，它就真的很香了。第二个就是苹果软硬件结合了强大能力，哪怕是入门机型，依然能提供不错的体验。只要让用户习惯 iOS 生态，享受低价加好体验，未来苹果完全可以靠 AI 和增值服务把钱赚回来，让股价继续涨。所以说，在把 iPhone 16E 作为主力机1周后，我认为它就像我的初恋情人说过的话，你人挺不错的，只是现在我们不合适。OK，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觉得不错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并订阅。我是 Barry， 让我们下个视频见。